朋友们刚刚到家，点了点麦当劳外卖，然后我买了那个啤酒，2个cider，不知道好不好喝。感觉夏天呢是需要喝一点清清爽爽的cider。哎呀，吃个饭，吃个饭。点了我的最爱麦香鱼，还有一个苹果片，感觉这样子会比较健康一点。这还有一罐放了几条，还有康普茶，我的最爱之一。这组合感觉还行。Oh my gosh！ 我突然发现我家那个客厅的有一幅画，也不是画，有一个插画歪了，我一会要修一下 ，fix 一下。希望能够，希望它不要掉了。哎呀，有点怕怕 ！Oh my gosh！ 好像还不错哎。我感觉还行哎，看起来可以耶，好像还蛮好的。然后它也不怎么容易掉，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幅插画我还挺喜欢的，这插画是我2月份在今年2月份在伦敦旅游的时候买的，当时候在看那个 Wes Anderson 的展 ，cute， 好糊啊这个图，就是上周末看完了这一本《他者中的华人》，excuse 这个图真的是有点糊，然后好好看啊。我当时是在那个鸟屋书店看到了，然后看到之后呢，我就是翻了一下目录，然后就是它就马上就是 draw my attention， 然后为什么就是它会那么吸引我？然后就是因为我这几年那个疫情之后，就是在东南亚的国家，然后出去玩嘛，然后包括去其他国家，比如说欧洲的国家，然后去美国还有澳洲玩，然后就发现就不约而同这些国家其实都有很多都有不少华人，然后我就很感兴趣，就是说这些华人的变迁，他们从很久以前移民到不同的国家是怎么就是扎根落地，然后又怎么去引领后续的一代一代人又就是跟着一起出去移民出国，然后再在其他国家，然后我就特别感兴趣，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书店看到的时候，就是一整个好感兴趣，然后很想看，然后看完之后觉得好有意思啊，就是它其实就是这本书就是讲了那个近500年来这个一整个华人向国外迁移的这么一个历史，然后这个作家孔飞利，然后我听我的对象跟我说，他这个作者他本人其实非常的在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上面好像是个还挺有名的作家，然后我看完这本书之后，他的书的最后有一个就是落注，备注还是落注，然后他就写了就是孔飞利这个教授他整个家族的一个移民史，他本身是孔飞利他本身是美籍犹太裔，然后他的父亲还有母亲，然后妻子包括儿子，就他的所有的近亲基本上都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移民史，就不管是从比如说欧洲移到美国，或者是美国迁移到亚洲，这个作者的近亲本身就有非常多的这种移民的历史，所以我当时就是看了之后就是有点懂为什么他会写这样一本书，然后他对这些移民的这些历史啊原因啊，然后都了解得非常的透彻。好的，就这样吧，我要继续看书了，拜拜。
我在今年搬到了上海的郊区，感觉到在郊区的生活还挺宁静的，和以前在市中心租房的时候相比，房租会更便宜，房子的质量更新、更大、更好。虽然通勤花的时间更长了，但是工作日晚上还有周末可以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做饭、洗衣服、看书，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平和，还有安宁。这种非工作时刻可以时常感受到小确幸，也是一种挺简单的幸福。来拆个怂帽的香。还蛮好看的，其实感觉。它这种就会有点斑驳的纹，我还蛮喜欢的。这纹路其实挺耐看的，说实话。然后这里这个磁吸口，然后它还有不同的隔层，这个挺好的，还有拉链。你的咖啡好了，我是拿你的咖啡啊，开心。嘿嘿嘿嘿。
天呐，你弄呗。